滴答。按照。哇，好香！啥都看不到，大白墙断掉了，好正好正。感谢本期伙伴 C2C 侧开疾风雨2.0。像我这种雨人体质啊，去3次南回，3次都下雨。然后上次去须海看日出也是刮风下雨。出门在外啊，如果遇到下雨天，真的很麻烦。骑车旅行必定会遇到下雨天，这时候一件助攻险雨衣就非常重要了。在户外没有像这种户外没有遮雨棚的地方，你穿雨衣就很考验你的手速了。有没有人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常常不信邪，偏要等雨势很大的时候才要穿雨衣，然后就会整个过程变得超狼狈的，忙着找那个扣子拉链啊，在那里扣扣子扣半天。但我现在不用这样了，因为我这件侧开疾风雨衣2.0，独特侧穿式3秒快速穿脱，双开式领口设计，免脱安全帽，侧边双头拉链，拿取物品很方便。大容量收纳口袋，反折即便专属收纳袋，前跨防水，干爽无忧。使用超轻雨量级杜邦铁氟龙防水膜，而且经过 SGS 耐水压测试，防水系数达业界高标。美食都美食。他们又游回来了。我刚刚停在这里，然后他们全部都给我跑掉，但是他们都掠过我，你看他们，然后摩西分开。我刚刚经过大林的时候，遇到一群可怕的虫虫攻击，脚还在动的那种感觉，好可怕，好多只哦，至少20只吧。我们今天要去南投。是一个我很期待的露营区，我受不了了，好恶心哦！这种时候就觉得开车很辛苦。看到这个往右这边骑进来，这里是森林系耶，好漂亮哦，都是竹林。我这次去买了手套，因为上次发现我在拉那个银绳的时候超痛的，防滑手套，这样应该做起事来会更容易。安全第一，哎呦！我的帐篷没有很大，4块就够了。有没有人知道要怎么把那个帐篷的烤肉味去除啊？抓个26。虽然有辅助线，但我好像每次都还是打不了。能把我的窝盖起来比较重要。这个拉起来，甩，它就好了。好，换边，这个一样的啊。好像要先下银绳。拉上。没有，你可以进来，没关系。好啊。全部卷起来。我裤子的绳子断掉了。只能
不管它。OK。有没有人要推荐我适合记录的录音桌？我是一个必须要有桌子的人。好了，我差不多了，我可以来享用我的饭团。蛮香的耶，它有藜麦耶，好好吃哦，一点都不热。好冷，才已经正中午了，还是好冷。这里的海拔大概1200。然后，因为我是第一个来的，然后营主就让我随便挑，现场随便挑，想搭哪就搭哪。然后我刚刚就这样一路这样逛一圈，然后之后就选了这一区。哇，这边下去超级陡，然后非常的景，非常的漂亮，但很陡。哇，很漂亮。好正，好正，好正哦，好冷哦！我没戴手套，手套放在车子里面。好啦，不要在这啦，我不要在这啦。他叫我不要在这。我只是想戴个手套，戴手套了，太冷了，戴好了。漂亮！哇，它是一颗2种颜色的花哎，怎么会这样？好酷哦！怎么会？好酷啊！好漂亮哦！这里有个露营地哎。它叫鹿山小哎，怎么有点好笑？这附近很多步道，所以有很多游客。我觉得它反折收纳袋设计真的很聪明。我过往的雨衣，我都是拆开包装之后，那个袋子就会不见。像它这个，它其实也有附一个透明的袋子。如果你是那种会乖乖收起来的人，那你可以好好的把它收在袋子里。但我这种袋子通常一阵子它就会自己不见了，所以它这前面这个口袋啊，反正它就变成一个收纳袋。我已经穿了大概有5、6次左右了。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它用魔鬼毡取代了传统用扣子的方式，1秒就可以粘好，就你拉链拉起来，然后这样硬粘上就粘好。但相对的，它的小缺点就是它真的粘得超紧，就是你撕的时候，我需要2手这样撕。但是脱就没关系，因为脱我们就已经回到家，或者是去到一个有遮雨棚的地方，我们才会脱雨。所以我觉得这个无伤大雅。那它其实是可以拉到最上面的，是因为我的脖子太短，所以我这个就是可以塞在那个安全帽里面，彻底防雨。
再来是它的袖口有做加长，它的这样的长度让雨更不容易流进去或泼进去。握手把的时候，水更不容易从这个下面进去。然后它内里的缝线啊，也有做加强的双层防水压条，你看，它还有在做一层。彻底防止这个缝线的水可能会渗入的问题，我觉得很贴心。然后它背后还设计了扩充空间，就是这个，让你的背包也可以穿雨衣耶，超级贴心的。就你想要背很大的背包没有问题。然后因为现在真的太喜欢这件雨衣了，我那件旧雨衣已经被我淡掉了，它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我当初买那一件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那个，因为那个水会从这边泼进来，然后因为你坐着，那个水就会积在你的那个脚胯那边啊。如果那边有拉链，你扣子没有扣，那个水很容易就是久了它就是会陷过去。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已经让我非常的满意了。我这件是迷雾灰、拼浅灰，然后还有另外一件奶茶色哦。它从娇小型到加长型都有。我这一件是一般的，你可以按你的身高去它的官网看，绝对有适合你的 size。那我把雨衣的链接放在资讯栏喽，大家快去看。现在下单还有送雨衣鞋套哦。那你上山，它也是一件很好的御寒用品。哇，这个茶园，你看都起雾了。哇，这惧高症的人不敢看吧？好恐怖哦，感觉会摔下去的那种。雾起的超大。我也不让我的衣服湿湿的，我就继续穿着雨衣了，很像那个防风外套。哇，雾气！我本来是要带你们看这个茶园的风景，结果雾太大了。这个最上面那边看下来超壮观，看起来应该是看不到任何东西。哇，那我要放弃了，现在都是雾气了。难怪营主刚刚跟我说，让我早点回去。他说再晚一点，3、4点就会起大雾了。营主的话果然要听。好冷，真的好冷。你看我的脸都红红的，这里海拔应该有1300了吧？我们看看，你们现在这里的海拔有1500，难怪我快冷死了。轮峰自茶，这里有个步道，上去之后很漂亮，那边也可以看夕阳跟日出。这个，那导航到这就可以看到这个步道了。啥都看不到，雾茫茫的。大白墙，哇！你看，完全看不到下面，雾茫茫的一片，都是雾气。气大到就是毛毛雨的程度。我要来准备我的晚餐了，然后我
好上次把它放在粉火炉上烧，烧一烧就变黑。我不知道它会变黑，我已经很努力的刷它了。这已经是我能做到的极限了。我去把我的晚餐拿过来了。今天晚餐要来吃辛拉面，但是是特殊口味的辛拉面，泰式酸辣口味，而且我要用特别的方式煮它。这个天气洗菜好痛苦哦。把它分成这样，这边是我的肉。然后这边是我的菜，然后这样对着就可以收起来。好冷。今天去全联买了蘑菇，躲在市场的角落。其实这是明天早上早餐要用的，想说这么多就晚餐也用一点。这个天气最讨厌的就是洗碗，超冰。这个水超冰的，冷到不行，超冻！你看我的手，冻到都红掉了，超冻的。我超爱吃洋葱的，虽然不知道加蘑菇味道不很奇怪，不管了，总之就是吃就对了。好吃的东西加在一起，你都会好吃。我要拿出我的秘密武器，当然就是这个。我去全联买了这个番茄碎丁罐，它也有那个一整颗的，是红色的包装，绿色是已经切丁的。我自己是没有试过，因为我之前煮是加就是一般版的辛拉面，超好吃，但是我没有加过泰式酸辣的口味，想说这次试试看好不好吃。好吃的话就推荐给你们。所以我要先把它打开，加半罐，看你喜欢多浓，你可以随意。先喝一口。好辣哦！我辣粉加太多了。可是辛拉面真的很好吃，所以我每次辣粉都只放半包。我刚刚拌了大概2/3吧。我其实平常在家很少吃肉，但是出来露营就是有一种不吃肉没有露营的感觉。哇，好香啊！你们听得到那个砰砰砰砰砰的声音吗？好好吃啊！好好吃哦！它就是泰式番茄面的感觉。大家有吃过大兴吗？我超爱吃大兴的，我每次去大兴都叫那个泰式番茄那个口味。虽然这个泡面没有他们那个那么浓，但是有像了，有像了。好 Q 哦，刚刚好。韩国拉面真的很耐煮诶，我以为我刚刚煮那样会很烂。我不知道碳晶怎么放碳通常要怎么放？就是堆在旁边嘛。先堆堆看，先试试看。说要烟囱效应，这样吗？沙拉油。
水蒸气蒸发的声音。上次我不是在 IG 分享那个芭乐柳橙果汁酒吗？然后我不是说那个很好喝吗？然后下面就有观众推荐我喝草莓的。现在草莓季它有出草莓的，那我今天就去全联买了。然后现在来喝喝看它草莓柳橙好不好喝？它做的不会很，我觉得没有到很化学。就是果汁味，但一个人吃半片有点多，好奢侈哦。我在全联还看到新的乐事的洋芋片，它是这种蘸酱的，来看看它长怎样哦。它里面就是这样一颗，乐事也太聪明了吧！之前我吃过这种蘸酱洋芋片，是我朋友他们的朋友从新加坡玩回来，然后带的土产是那种有蘸酱的洋芋片。我那时候一吃惊为天人，觉得超好吃。好赞哦！爱蘸多少就蘸多少。它还有很多其他口味。我这一次又带我的熊大来，这是我的路友，它就是我的枕头。好了，我要去洗澡了，拜拜。早安。我昨天睡觉就这样，有一个出入口而已，里面长这样。然后就把它练大起来。昨天睡到一半，然后被冷醒，结果起床发现是电热毯也关掉了。因为我昨天晚上定时定错了，真的会被冷醒。真的太冷了，那个背部寒气逼来。现在能见度很好。请原谅我现在像阿桑一样，因为真的好冷啊！带你们晃一圈，这一区比较长一点，这一区就很大，然后它跟上层也不会太亲密，然后下层也看不太到的程度。哦，那这一层还不错。我会选我这一区，是因为它真的竹林的密布分布，我觉得比较漂亮，我比较喜欢呢。然后加上它跟上下都有个断层，就是它有个这个铁围篱，感觉比较有做出区隔的感觉。这是它下面几区共用的厕所，有2间，还有个洗手台，那边还有个小便斗。哎，蛮干净的，给你们看一下。然后给你们浏览一下。这一区长度，然后看上去的样子跟看下来的样子。哎呀，
每一区都有自己的洗手台。这是看上去的，看下去的样子，都差不多，长度也都差不多。啊，这一区就没有自己的洗手台了。哦，它这有个阶梯啦，这一区要跟下面的共用，就走这里。下来，然后在这里跟这一区的共用。哇哦！哇，它的区域从入口到最底是从上层到下层，林本部建得很漂亮，它就是一个观景台的等级了。老板还有自己卖木头哦，他还会帮你切好。哇哦，它里面这里是一个制茶厂。你看那边的三棱线，一层一层的，哇，雾气朦胧哎。它的冰东西在营本部的2楼，从旁边的楼梯上来。这个，蛮窄的，1、2、3楼。这个是 A 区，上去是 A 区，然后其他区就是继续往下。好好吃哦！我这是黑糖馒头，因为我没有买到法国面包，然后也没有欧芹，我用 NC 代替，反正是差不多的品种嘛。这个全家有厕所，而且，它还有提供充电的地方哎，好赞，超赞的。它是购票，好像可以抵消费，可以全额抵哦。那进去就可以领1盆。
性，我很可怕哦。哎呦，他在眨眼。哎，坨坨，哎呦，你这个太长了，我觉得有点恐怖。坨坨，要吃吗？要。哎，他给我挑食，他挑食。那这个嘞？啊，他挑食，他竟然不吃这个。那你嘞？你要吃这个吗？哎，你不挑食，哎，你这个挑食鬼。哎，啊，好漂亮啊！这里可以坐着看景，还可以吃点心。哇，超级漂亮！没有，我进没空逛。它的土产，巴西蘑菇，它还有雪糕、肉燥、花菇肉燥，哎，看起来太好吃了吧！好可爱哟、它这个是那种钛合金的，看起来很不错，感觉很好携带。好可爱哟、这个茶具可爱到好想买哦。它还有刺绣，还有这种雪泥画。它这个是一次可以折300元，全额折哦。就你如果买400元的东西，那你就再补100块。但是它不找零，所以建议你就买一买就好了。它东西都没有到很贵，我觉得都就是蛮可爱的，有各种。还有娃娃、饰品、茶具、咖啡、茶叶，它还有他们自己的咖啡布，然后冰品、香菇、果干，超级多种，就是你大人小孩、老少咸宜，想买什么送礼都很方便。结束这一趟鹿谷露营之旅，鹿谷这里真的是一个清幽放松的地方。